云此上映出这怀金岛屿的红楼。太太，昨儿可把老太太吓着了，也不知这会子怎么样了。老祖宗，老太太，这会子可又觉得大安些。今日可大好了，方才你们送来野鸡崽子汤，我尝了一尝，倒有味儿，又吃了2块肉，心里很受用。这是凤丫头啊，孝敬老太太的，是她的孝心，不忘了老太太素日疼她。难为她想着，若是还有生的，再炸上2块，鲜津津的，吃粥有味儿。那汤虽好，就是不对稀饭。刚才老太太说的这几样东西，我打发人你请吩咐厨房去来，做了来。不为别的。初2是凤丫头的生日，上2年我原早想替她做生日，偏到跟前儿有大事，就混过去了。今年人又齐全，料着又没事儿，咱们大家好生乐一日。我也想着呢，既是老太太高兴，何不就商议定了？我想往年不拘谁做生日，都是各自送各自的礼，这个也俗了，也觉得生分似的。今儿我出个新法子，又不生分，又可取笑。老太太想着怎么样好，就是怎么样行。我想着咱们也学那小家子，大家凑份子，多少紧着这钱去办，你倒好玩不好玩？哎呀，都凭老祖宗做主啊！这个很好，但是不知道怎么个凑法。快遣人去请你婆婆、姨太太，叫上姑娘们宝玉。那府里真儿媳妇儿，并赖大家的等管事的媳妇儿也都叫了来。这下子可热闹了。还不拿几个小屋子来给妈妈们坐？是老太太。妈妈们，过来坐。哎，谢老太太。怎么忘了府上的风俗了？年高的且服侍过父母的家人，可比年轻的主子还有体面。谢老太太。谁去说说，怎么个凑法？啊，好好好，我说，我出20两。这可以多少？我也随老太太，也出20两吧。这也可以，又有20两了。我们可不敢跟老太太并肩，自然矮一等，每人16两吧。好啊，这个也16两，我们自然又矮一等，每人12两吧。是啊，我说，朱儿媳妇儿，你这寡妇失业的，哪里还拉你出这个钱？我替你出了吧。哎呀，老祖宗别高兴，且算一算账再揽事儿。老祖宗身上已有2份子了，这会子又替大嫂子出12两，说着是高兴，一会子回想啊，又该心疼了。过后又说，都是为凤丫头花了钱，哄着我拿出3、4份子来按理补上，我这还做梦呢。你怎么样呢？生日没到啊，我这会子已经折寿的不受用了。我一个钱饶不出，惊动这些人呐，实在是不安。不如大嫂子这份儿，我替她出了吧。到那一日多吃些东西，也就享了福了。我还有一句话呢，我想老祖宗自己20两，自然有林妹妹和宝兄弟的2份子，姑妈20两，自然又有宝妹妹的1份子，这倒也公道。只是
2位太太每位16两，自己又少又不替人出，这有些不公道了。老祖宗吃了亏了。倒是我的凤丫头向着我，这说的很是。要不是你，我叫他们又哄了去了。老祖宗呀，只把他姐儿2个分给2位太太就是了，1位占1个，派多派少，每位替出1份就是了。我们就出去。什么事？很是，很是，这很公道，就是这样。哎呦，这可反了！我替2位太太生气，在那边是儿子媳妇儿，在这边是内侄女，这不向着婆婆姑娘们，倒向着别人。儿媳妇也成了陌路人了，内侄女她也成了外侄女了。少奶奶们12两，我们自应该矮1等了。这使不得。众人谁不凑着气儿？我知道。再也有和凤姐儿好的，有情愿这样的，有畏惧凤姐儿的，巴不得来奉承的。况且都是拿得出来的，所以一闻此言，都欣然应诺。姑娘们不过应个景儿，每人照1个月的月例就是了。鸳鸯，你们也凑几个人，商议凑了来。是老太太。好了，上下都全了，还有2位姨奶奶，她们出不出也问一声，尽到她们是礼，不然还只当小瞧了她们呢。可是呢，怎么倒忘了他们？只怕他们不得闲儿，叫一个丫头去问问。我把你这没嘴面的小蹄子，这么多婆婆婶子给你凑银子过生日，你还不足，拉着那2个苦裤子做什么？每位也出你少2两。胡说，一会子离了这里才和你算账。他们2个为什么苦呢？有了钱也是白甜送别人，不如聚了来咱们乐。算下来共计多少啊？共150两有余。一日细酒用不了啊。既不请客，酒席又不多，2、3日的用度都够了。是啊，头等啊，这戏不用钱，省在这上头了。那凤哥儿喜欢哪个戏班，就传哪个戏班吧。咱们家的都听熟了，倒是花几个钱，外头叫一班来听听吧。这件事我交给真哥儿媳妇儿了，月信儿叫凤丫头别操一点心了，受用1日才算。谢老祖宗。是。谁送来的？是林大娘。快请她进来。是。大奶奶，这包银子有多少？这是我们底下人的银子，凑了先送过来。老太太和太太们的还没有呢。那府里的太太和姨太太打发人送份子来了。小蹄子们真会记这些没要紧的话。昨儿老太太一时高兴，故意学那小家子凑份子。你们记着，这话到了你们嘴里啊，就当正经的说，还不赶快接进来，好生待茶，再打发去。是。薛姑娘和林姑娘的份子也送来了。还少谁的？还少老太太、太太、姑娘们和底下姑娘们的。你们大奶奶的呢？奶奶过去，这银子都从二奶奶手里发，一共都有了。尤氏还记得，凤姐夸口替李纨出份子钱，听林之孝家的话中有话，便起身赶过西边来。都齐了，都有了，都拿了去吧，丢了我可不管。我有些信不及，倒要当面点一点。我就知道你闹鬼，你大嫂子的怎么没有啊？那么些还不够使，短1分也就罢了，不够了我再给你。你昨儿在人前做人，就是和我赖，我断不依你，我去跟老太太要去。瞧你厉害的，等明儿有了事儿，
我也丁是丁，卯是卯的，你也别抱怨。你一般的也怕，不看你素里孝敬我呀，我才是不依你呢。平儿，来，平儿，把你的收了去，不够了我替你添上。奶奶先使着，若剩下了再赏我一样。只许你主子作弊，就不许我做情儿啊？收了吧。你主子呀，这么细致，弄那些钱不知道哪儿去使去，使不了，明儿带到棺材里使去啊。尤氏一面说着，一面又去王夫人屋里把彩云的一份还了。兴头上呢。周兆两个姨娘的也还了，两人千恩万谢的收了。最后到鸳鸯房里把她的一份也还了。是啊。收着。该我出的份子一点儿也省不了，这还使不了呢。啊，得，我得快去了，还有一大摊子事儿啊，不急忙呢。转眼已是9月初2，园中人都听得尤氏办事十分热闹，不但有戏，连戏并说书的男女仙全有，都打点取乐玩耍。这早起来，宝玉却问袭人要遍体纯素穿戴。二爷，谎称北杏王要紧的姬妾没了，吩咐李贵，倘时有人找我，叫他拦住，只说北府留下，横竖就来。这小仙的屋子，原来宝玉心里有件私事，跑了7、8里路，到了冷清的地方，问明烟可有卖香的。明烟想到再有2里地就是水仙庵了。宝玉听了，素日虽因恨俗人不知缘故，混供神混盖庙，今却合了心事，故借他一用，于是加鞭前往。到了水仙庵，命明烟捧着炉至后院捡一块干净地方，竟捡不出来。明烟指井台，宝玉点头，一齐来至井台上，掏出香来焚上。历久看香。明烟站在一旁，口内祝福道：“跟了二爷这几年，二爷的心事儿没有我不知道的。只有今儿这一祭祀没有告诉我，我也不敢问呢。这位受祭的阴魂虽不知名姓，想来自然是那人间有一、天上无双、极聪明、极俊雅的一位姐姐妹妹了。二爷他心事儿不敢说出口，若是芳魂有感，相颇多情，虽然阴阳间隔，既是知己之间，时常来问候二爷，未尝不可。你在阴间保佑二爷来生也变个女孩，和你们一处相伴，再不可又托生成这须眉浊物了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宝玉呢？宝玉呢？宝玉赶回到怡红院，见袭人等都不在房里，自去寻了华服换上，一径往花厅来。耳内早已隐隐闻得歌管之声。老祖宗来了来了！宝玉，哎，怎么才来啊？还不快过去！怎么也不说声就私自跑了，这还了得？明儿再这样，等老爷回家来，必告诉他打你。
到底哪儿去了？可吃了什么？可吓着了？北静王的一个爱妾昨儿没了，我去给她到哪儿去了？她哭的那样，也不好撇下她就回来，所以就多等了会儿。以后你再私自出门，不先告诉我们，一定叫你老子打你。老太太也不必过虑了，她已经回来了，大家都该放心的乐一回才是。就是啊，回来就好，只怕你在别处不受用。吃没吃饱？路上是否着了惊怕？快坐下吧，好生吃酒看戏。哎。你们说宝哥哥来晚了，是不是应该罚酒？就是，那我们快去吧。走。宝哥哥，你来晚了可得罚一杯，是不是啊？就是啊。多倒点，多倒点。就是。我来晚了，我开罚。干了啊！干了。走，我们回去听戏去。好。这王石鹏也不通得很，不管在哪里记一记也就罢了，必定还要跑到江边子上来做什么？俗话说睹物思人，天下的水总归一源，不拘哪里的水舀一碗看着哭去，也就尽情了。宝兄弟，还不快去给凤姐姐敬酒？哎，来，让凤丫头坐在上面，你们好生替我带动。哎呦，难为她一年到头辛苦。两位妹妹，她坐不惯首席，坐在上面横不是竖不是的，酒也不肯吃。你不会，等我亲自让她去。哎呦，老祖宗，你可千万别听他的，我喝了好几盅了。快拉他出去，按在椅子上，你们都轮流敬他。他再不吃啊，我当真的就亲自去了。哎呀，老祖宗可发话了，来，千万别跑，来，你下去。是谁了？走酒了。等，这样可不公平！你们4个人，他1个人，要一个一个的喝。这么喝就醉了，我都喝了好几杯了。好，今儿老祖宗高兴，大家喜欢，我就一个一个的喝。干掉！都喝了，快！他们那儿都给二奶奶敬酒呢，咱也去敬一杯吧。好，走，快去给二奶奶敬酒。快去，多喝一点，敬一点啊！都给她敬酒呢，咱也去敬一杯吧。你走吧，快走，快走。二奶奶，我们也给您敬酒。新人，一人走。来，真上！好姐姐，你饶了我吧，我明儿再喝，行不行？真格的，我们是没得脸了，就是在太太面前，太太还给赏个脸呢。往常倒是体面些，今儿当着这些人，
你倒是拿起当主子的款儿来了。我本不该来，不喝我们就走。好姐姐，好姐姐，你可不能走，我喝。那可不行，我们也得一个一个的喝。凤姐自觉酒沉了，心里突突的似往上撞，要往家去歇歇。瞅人不防，便出了席，往房门后院走来。哎，来了，奶奶来了，快报信儿去啊！哎，往哪儿跑呢？这边。跑什么呀？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想死不成？哎呦，奶奶，我正要找您呢，可了您来了。多早晚，你那阎王老婆要是死了就好了。他死了，再娶个也是这样，又怎么样？哼，他死了，要是把平儿扶了正，只怕会好些。如今连平儿他也不叫我沾一沾了，平儿也是一肚子委屈不敢说，我命里怎么就犯了夜叉星？好你个没脸的娼妇！我杀！不想治死我吗？不要脸的疯子！这个没脸的脏东还有你，不要脸的东西！我让你还哄我！打死你个没脸的事！安好好的，这我怎么做什么？你也动手打人！打死你了！平儿，别过来！打死你了！别碰我！不娘！不是的！好啊！你们一条条害我，那都夏天我来了！你不用寻死，把我惹急了，一起杀了！我偿了命，大家干净！这是怎么说的？这事好好的，怎么闹起来了？都不要管，让开！快追呀！眼睛里，叫人把他老子叫来！出去，出去，快叫他出去，出去点呢！我才家去换衣裳，不妨莲儿也在家和人说话。不知道是游客来了，吓得我不敢进去，在窗户外头听了听，谁知是他和波儿家的媳妇在商议，说我厉害，要拿毒药给我治，治死我。还说
什么要紧的事儿啊？小孩子们年轻，馋嘴猫似的，哪里保得住不这么着啊？从小世人都打这么过的，都是我的不是。他今儿是多吃了2口酒，又吃起醋来了。你放心，明儿我叫他来给你赔不是。你今儿别要过去臊着他啊！平儿，那蹄子，素日我倒看他好，怎么暗地里这么坏？平儿没有不是，是凤丫头拿人家出气。这2口子不好对打，都拿平儿撒性子。哎呦，您看，人家平儿委屈的什么似的，老太太还在这儿骂人家。原来这样，我说他倒不像那些狐媚艳道，既这么着，可怜见的，白受他们的气。你出去告诉平儿，就说我的话。我知道他今儿受了委屈，明儿我叫凤丫头替他赔不是。今儿是他主子的好日子，不许他胡闹。快去。祖宗，今儿晚上你随我睡吧。啊，好了好了，我原是想让你的，只是大奶奶和姑娘们都让着你了，我也就不好让了。多谢。好好的，从哪儿说起？无缘无故白受了一场气。二奶奶素日待你好，她不过一时气急了。二奶奶倒没说的，只是那淫妇治的我，偏要拿我凑去。况还有我们的糊涂爷倒打我。好姐姐，别伤心，我替他们2个赔不是吧？与你什么相干？我们兄弟姊妹都是一样的，他们得罪了人，我替他们赔不是，这也是应该的。可惜了，这新衣服也沾了。这里啊，有你花妹妹的衣服，何不换了下来？拿烧酒喷了熨一熨，再把头领梳一梳，洗洗脸吧。宝玉因自来从未在平儿前尽过心，原本今日是金钏的生日，故一日不乐，不想落后闹出这件事来，竟得在平儿前烧尽片心，已经生一种不祥之乐也。忽又思及贾琏为之以淫乐悦己，并不知作养之分，又思平儿并无父母兄弟姊妹，独自一人供应贾琏夫妇2人。贾琏之所凤姐之危，他竟能周全妥帖，此人薄命比黛玉尤甚。想到此间，便又伤感起来。姐姐呀，还该抹些脂粉，不然倒像和凤姐姐赌了气似的。况且啊，又是她的好日子，老太太又打发了人来安慰你。平儿倒在掌上看时，果见青白红香4样俱美，摊在面上也容易匀净，且能润泽肌肤，不似别的粉，轻重色质。这可不是铅粉，这是紫茉莉花种，研碎了配上香料制成的。然后看见胭脂也不是成章的，却是一个小小的白玉盒子，里面盛着一盒如玫瑰膏子一样。那市卖的胭脂啊都不干净，这颜色也薄，这是上好的胭脂拧出汁儿来的，陶澄净了渣子，再配上花露蒸叠而成的。用这细簪子挑一点儿，抹在手心里，再用水把它化开，抹在嘴唇上。这手心里的呀，就够打夹腮的了。平儿素习只闻人说宝玉专能和女孩们结交，
宝玉素日因平儿是贾琏的爱妾，又是凤姐儿的心腹，故不肯和她私近，因不能尽心，也常为恨事。平儿今见他这般，心中也暗暗的颠抖。宝玉果然话不虚传，瑟瑟想得周到。平儿姐姐，大奶奶叫平儿姐姐过去呢。宝儿爷，我先回了。平儿就在李纨处歇了一夜。凤姐只跟着贾母。贾琏晚间归家，冷清清的，又不好去叫，只得胡乱睡了一夜。次日醒了，贾琏乃想起昨日之事，大没意思，后悔不来。邢夫人记挂着昨日贾琏醉了，忙一早过来，叫了贾琏过贾母这边来。贾琏只得忍愧前来，在贾母面前跪下。怎么了？昨儿原是吃了酒，惊了老太太的驾，今儿来领罪。下流东西！灌了黄汤，不说安分守己的挺尸去，倒打起老婆来了。疯丫头，成日家说嘴，霸王似的一个人。昨儿吓得可怜，要不是我，你要伤了他的命，这会子怎么样？那凤丫头和平儿还不是个美人胎子，你还不足？成人家偷鸡摸狗，臭的脏的都拉了你屋里去，为了这么一个淫妇，打老婆还打屋里的人，你还亏是大家子的公子出身，活打了嘴了。若你眼睛里有我，你起来，我饶了你，乖乖的替你媳妇儿赔个不是，拉了她家去，我就喜欢了。要不然你只管出去，我也不敢受你的跪。老太太的话，我不敢不依，只是越发纵了她了。胡说！我知道她最有理的，再不会冲撞人。日后她得罪了你，我自然也做主，叫你降服就是了。哎，贾琏听如此说，又见凤姐儿站在那边，原来都是我不好，也不盛装，哭得眼睛肿着，也不施脂粉，黄黄的脸儿，比往常更觉可怜可爱。二奶奶，鸳鸯，你去把平儿叫到这儿来。凤丫头，不许恼了，再恼我就恼了。好了，二奶奶。老太太，平儿来了。姑娘，昨儿受委屈了，都是我的不好。你奶奶得罪你，也是因我而起。我赔了不是不算外，还要替你奶奶赔个不是。凤姐儿正自愧悔昨日酒吃多了，不念素日之情，浮躁起来。未听了旁人的话，无故给平儿没脸。今反见她如此，又是惭愧，又是心酸。奶奶的千秋，是我惹了奶奶生气，是我该死。快起来！我服侍了奶奶这么几年，也没弹过我一指甲，就是昨打我，我也不怨奶奶，都是那淫妇治的，怨不得奶奶生气。将他三人送回房去，有一个再提此事，即刻来回我。我不管是谁，拿拐棍子
给他一顿。好好，了了。我怎么像个阎王，又像夜叉？那淫妇咒我死，你也帮着咒我。千日不好，还有一日好呢。可怜我熬得连个淫妇都不如了，我还有什么脸来过这日子？还不知足啊？你细想想，昨儿谁的不是多啊？今儿当着人还是我跪了一跪，有赔不是，你也争足光了。这会子还倒太要筑了墙，也不是什么好事儿。不好了，宝儿的媳妇儿吊死了。什么？宝儿的媳妇儿吊死了。死了罢了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宝儿媳妇儿的娘家亲戚要告呢。这倒好了，我正想和他打官司呢。我才和众人劝了他们，又威吓了一阵，又许了几个钱，也就依了。我没一个钱，有钱也不给，只管叫他告去，也不许劝他，也不用正喝他，只管让他告。告不成，倒问他个以示讹诈。事后，贾琏贴己给了包二些银两，让他另日再挑一个好媳妇儿。包二又有了体面，又有了银子，有何不依？便仍然奉承贾琏，不在话下。这边，凤姐正在安慰平儿之际，只听得外面奶奶姑娘们都进来了。姐姐好，姐姐好。哎呦，今儿怎么来这么齐呀？倒像是下帖子请了来的。坐吧。我们啊有2件事儿，一件是我的，一件是四妹妹的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要紧？我们起了个诗社，头一社就不齐全，众人脸软，所以就乱了。我想，必得你去做个监舍御史，铁面无私才好。在四妹妹为画园子，用的东西这般那般不全。我又不会做什么湿的干的，要我吃东西去不成？你虽不会做，也不要你做，你只监察着我们里头有偷安怠惰的，该怎么样罚他就是了。你们别哄我，我猜着了，哪里是叫我做什么监舍御史，分明呀是叫我做个近前的童商。你们弄什么社，必是要轮流做东道的。你们的月钱不够花了，想出这个法来拗了我去，好和我要钱，可是这个主意。真你是个水晶心肝玻璃人。哎呦，亏你是个大嫂子呢。这会子他们起诗社能用几个钱，你就不管了。你一个月可10两银子的月钱，比我们多2倍银子呢。老太太又说你寡妇失业可怜，又有个小子，足得又给你添了10两，又给你个人园子地，个人取租子去。这一年通共算起来，也得有400-5百银子吧。这每年就算拿出100-200银子来陪他们玩玩，能紧年限的。等他们个人出了阁，难道还要你赔不成？你们听听，我说了一句他就疯了，说了2车的无赖泥腿世俗，专会打细算盘分斤拨两的话出来。这东西，亏他托生在诗书达宦名门之家做小姐，若是生在个贫寒小户人家做个小子，还不知怎么下作贫嘴恶舌的呢。难不成这天下人都被你算了去？昨儿还把平儿给打了，亏你伸得出手来，忖度了半日，好容易狗长尾巴尖的好日子，又怕老太太心里不受用，因此没来。究竟气还未平，今儿你又招我来了。依我说呀，给平儿10血也不要，你们2个只该换一个过子才是。瞧瞧，竟不是为诗为画来找我，这脸子竟是为平儿来报仇的。竟不成望平儿还有你这位仗腰子的人。早知如此啊，便有鬼拉着我的手打他，我也不敢打了。好了，平姑娘过来，当着大奶奶和姑娘们的面，我给你赔个不是，你就担待我酒后无德吧。如何？我说必定要替你争气才罢。
虽如此，奶奶们取笑，我也经不起。什么经不起？有我呢。快拿了钥匙，叫你主子开了楼房找东西去。哎呦，好嫂子，你且同他们回园子里去。那边大太太刚打发人来叫，不知有什么话说呢，且得过去一趟。这些事情我都不管，你只完了我的事儿，我好歇着去，省得这些姑娘小姐们闹我。哎呦，好嫂子，你就赏我点空。你是最疼我的，怎么今儿为了平儿就不疼我了？往常你还劝我说，事情虽多，也该保养身子，检点着偷空歇歇。怎么今儿反倒来逼我的命了？你们听听，说的好不好？把他会说话的。我且问你，这诗社你到底是管还是不管？哎呦，这是什么话？我不入社花几个钱，不成了大观园的反叛了？还想在这里吃饭不成？明儿一早就到任，下马拜了印，先放下50两银子，给你们慢慢做会社东道。等过后几日，我又不会作诗作文，不过是个俗人罢了。监察也罢，不监察也罢，有了钱了，你们还撵出我来呢。好了，过会子我就开了楼房，凡有这些东西都叫人抬出来，若使得呢，留着使；若缺什么，照你们的单子，我打发人给你们买去。画卷子这会子我就裁出来，那涂药没有在太太跟前儿，还在那边大老爷那里呢。我叫人拿了来，一并连同画绢交给相公们烦去，如何呀？这难为你，果然这样还罢了。既如此，咱们家去吧，等他不送了去，再来闹他。去恒务院商议商议吧。走吧，这些事儿啊，再没2个人了，都是宝玉生出来的。正是为了宝玉来，反把他给忘了。这头一社是他误了，我们脸软，你说该怎么罚他？哎呀，也没有别的法子，只罚他把你们个人屋子里的地把它扫一遍才是。这话不差。为官的家业凋零，富贵的金银散尽。有闻的死里逃生，无情的分明报应。签名的名一换，牵泪的泪一牵，冤冤相报是非情，分离聚合皆签定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看破的遁入空门，痴迷的枉送了性命。欲知命断问前生，老来富贵也真侥幸。好一丝是